明月高悬，夜欲发深了。魏无羡如今困得早，熬了一会儿就困得坐不住，眼睛也困得睁不开。蓝忘机便将他带到了榻上，却听他闭着眼低声道：“都说除夕守岁，寓意来年家人团圆，亲人平安长寿，做得越久，福寿越长。那时年少，我不爱信的。除夕之夜，只顾吃够玩够，从没有守至天明，也没人硬要我们守，总说累了就睡。可是回来以后，我又信了，管他是真是假，蓝湛，我都愿信。”蓝忘机听他说完，低头在他眼睛上落下一吻，轻声道：“睡吧，我替你守。”魏无羡脸上露出个笑来：“这样也能算？”“算。”蓝忘机低声哄道。魏无羡渐渐睡去，嘴上却不忘喃喃道：“蓝二哥哥，那你帮我告诉他。”声音低至不可闻。再看时，床上那人已经睡了过去。蓝忘机低声答：“会的。”过了年后，姑苏天气愈发的冷，没多久便连续下了好几日的雪，染得漫天遍地的白。这日终于放晴，蓝忘机从藏书阁出来，便有弟子叫住了他，说是魏无羡邀他到疏影亭赏梅。疏影亭离净室不远，因那生的满院的梅花而得名疏影。听说这几日梅花开得甚好，魏无羡便说了几次要去那里看花，到了今日还就真的去了。蓝忘机缓步而来，入目的便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就在这满目的飞白凝红中，一白衣身影闲坐亭中，此刻似有感应般侧身望过来，这一眼端地是顾盼生辉，眉目如画。蓝忘机脚步一顿，接着便听到那人笑唤了他一声：“蓝湛。”魏无羡坐在不远处的亭子里，看他一步步走近，笑道：“本来是想煮一壶酒的，可是你喝不得，这会我也喝不得，只好改成煮茶。”说着，举起手中的茶杯，笑问：“我新配了杯茶，蓝湛你喝不喝？”蓝忘机站在亭外，忽然就想起多年前玉兰盛放的季节，魏无羡站在围墙上，举着酒坛朝他说的那句天子笑，分你一坛。他脸上突然就露出一个笑来，接过魏无羡手中的茶，仰头一饮而尽。魏无羡被他这毫无征兆的突然一笑惊得晃了神，回神见他如此喝茶，笑道：“我是想敬你一杯，可这又不是酒，以茶代酒。”进入2月，天气就没那么冷了，但春寒料峭，迎面吹来的风便总是带着寒意。都说雨水由于百阴，自过了雨水节后，姑苏变得天变整日的阴阴沉沉，小雨也跟着淅淅沥沥地下。魏无羡身子愈发的重了，天公不作美，他连到外面走动都不行，路面湿滑，蓝家上下都担心他一个不小心给摔了。蓝家的几位老前辈一看他出来晃荡，便总是心惊肉跳，免不了要对他或是蓝忘机一顿苦口婆心的说教。魏无羡觉得让雅正端方了几十年的老前辈一见他就化身唠叨街边阿婆，着实是过分为难人，所以为了不要再吓到老人家，当然主要是因为心疼他家蓝二哥哥成日提心吊胆，还时不时要被教训，魏无羡终于决定乖乖待在房里不出去了。可没过几日，他便嫌整日待在净室闷得慌，只好随着蓝忘机到藏书阁翻翻书，打发时间。这一日晨起时，外面天色依旧暗沉，魏无羡最近身上都不大舒服，到藏书阁坐了没一会儿就坐不住了，靠在蓝忘机怀里，让他给按揉了半天，脸色才好了些。前段时间蓝家得了许多残缺的乐谱，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不知具体功效。为了不伤到人，这些日子蓝忘机都带着一些年长的弟子辨识乐谱，还要将残缺的曲子补齐。可魏无羡现在又离不得人，他自己也放心不下，一段时间下来耽误了不少进度。魏无羡又怎会不知他心中所想，自觉身体并无大碍，便日日跟着他到藏书阁去。蓝忘机不敢让他看那些曲子，他就自己在一旁看别的书目，偶尔才与蓝忘机说上几句。今日自申时过后，天空便响起了阵阵雷声，蓝忘机低头写了半天，突然想起这人去换书怎么换了这么长时间，正打算去找人，就听魏无羡似乎有些隐忍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蓝湛，你过来一下。”与此同时，一道电光闪过，天边传来一声巨响。蓝忘机脸色一白，快步寻了过去，就见魏无羡坐在地上，眉头微蹙，一手扶着身旁的书架，一只手捂着腹部，急忙走过去，将人揽在怀里。难得着急，魏婴可还好？蓝湛你别急，我就是感觉他好像往下钻了一下，一时有些腿软才坐下来的，没摔到。见那人急要往他脉上探，
魏无羡急忙解释，只是说完没一会儿，正想让蓝忘机扶他起来，又突然脸色一僵，捂着肚子低低的闷矿哼了一声，感觉到蓝忘机听到这声，顿时动作一僵，又一次紧张地看过来，便拉着他的手往腹上探，脸上陆况出个苦笑来。蓝湛，我早上疏忽了，以为只是寻常的腹痛，隔好久才疼一下，也不是很规律，就没跟你说，但是我感觉他似乎真的想出来了。